大家好，我是老坦。第二集各位都看了吧？感觉如何？上期我们解析了朗姆的隐藏暗线，这期就来看看金格斯的心路历程。以下内容存在过度解读，部分直观细节不会详细复述，如若出现错误大家记得指正，也请在弹幕多多交流。水下，金格斯对希尔科诉说现在的局势，拥抱则呼应第一季的希尔科。当初他在抱抱一无所有，精神近乎崩盘的时刻，替代位成为了他的精神寄托，而这一刻角色互换了。这里的构图也和过去的希尔科类似，坠河甚至1:1复刻第一季，更是对应抱抱被震荡波击飞的画面。这幕他将希尔科沉入水中，构图依然对应第一季希尔科助金格斯的画面。这种对比设计的含义我稍后提到。那随后这幕讽刺的是，每个领袖都有一堆金币，唯独希尔科是一无所有，其他人是为了自身利益，只有希尔科是真切的想为底层做事儿。所以镜头设计才是希尔科面向所有人，其他领袖却无一人看向他，只有背身的塞维卡看向希尔科，明示底层势力无一人与希尔科齐心。接着在合金男死后，史密奇护住了自己的钱币利益，这个小细节对应本集他随身带财物出门的爱财性格。而希尔科死后，塞维卡彻底背身，暗示他与男爵不是一路人。此时众人全部看向王座，有人想上位，有人想要复仇。炼狱女最先站起来，毕竟孩子被杰斯杀死，希尔科还没让金格斯为他报仇呢就死了，他就有点沉不住气的站起，过于出头，也对应第一集被朗姆利用的死局。接下来各大势力无人镇压，导致权力崩盘，底层陷入内战。注意，后方的花就是底层凝聚的象征，这一发生内战就彻底凋零了。此时各大帮派在抓小孩，注意背景充斥着毒气，不少小孩与大人都戴上了口罩，暗示凯特琳已经在利用管道进入下层搜寻金格斯。这些毒气残留就是他们行动的细节。起初裂沟产生了剧烈毒气，凯特琳家族着手研发了通风管道来帮助底层人呼吸。凯的母亲称得上是守护者，而凯作为家族新一任守护者，却反过来利用了毒气，这无疑是讽刺的。再往深里说，毒气管道只要开放，底层就会彻底崩盘，这相当于是上层掌控了底层的命脉。凯家族能身居高位，恐怕也有这个因素。注意，金格斯始终在逆行，走到帮派互拼地点也是如此，他从底层的尾走到底层的头，经过所有人站在了最前方，身后则是帮派与民众。这个画面不一定是代表现实，但加上 OP 的他挥舞着大旗，身后的阴影虽是他自身的分散，但却也暗示其领袖气质。为什么片头金格斯的构图复刻希尔科？这就是原因，他将取代希尔科，成为凝聚底层新的精神象征。不过起初金格斯在水中发疯，拿枪指着自己，都在暗示他有寻死的念头。他崩溃的内心要如何改变，就是本集的隐藏暗线。而关键点就是这位孩子。注意，小仔靠在金格斯身上，他是有点意外的。站在金的视角，靠近我身边的人都死了，你却愿意主动靠近我。他出手保护孩子也是有这层原因。此刻小孩已经在金的心中占据了地位，所以第二集片头曲金挥舞旗帜时就新增了小女孩的画面。随后孩子看到通缉令，他不仅没有害怕，还紧紧跟了上去。抱抱也终于要有一位牵挂的妹妹了。随后来到财迷男爵，注意财务对刀枪是有点怕的，对微光也有点不适应。一旁的打手面对微光就很从容，这代表财务从未出过外勤，毕竟财务没必要打打杀杀呀。这说明男爵内战导致人手大量损耗，连坐办公室的财务都要上战场。虽说有将管钱的人带在身边，防止卷款而逃的意味，但也可想而知底层的内斗严峻到了何种地步。他们抓小孩恐怕也有缺人手的因素。注意马哥的老巢，什么粉色爱心桃心之类的我不懂。照理说马哥的手下看到毒气就应该撤了，但依然昏死了很多人，且财务也只是吸了几口眼睛就通红，说明短暂吸入毒气还能扛，但身体会出现迟缓等不适，再稍微吸入一会儿就会陷入昏迷，导致脏器出现问题，所以他们都没能逃出。唯一一位跑出来的也倒在门口，只有长期拿微光吸食的头目能抵御片刻，但从他不敢入内来看，微光的作用也很有限，毕竟微光改造人金克斯吸入片刻眼睛就充满血丝，这玩意是真的吗？类似流动触手的外观与第三集毒气类似，不是狼人只是毒气的具象化，所以财务没死，还去参与抓捕金克斯。随后聚会注意财迷的状态很差，他实打实的见识到了毒气有多猛烈，这玩意一旦全面放开，底层就真的要抬走了。既然执法队要金克斯，那就交出金来了事儿。但塞维卡不同意，他是真的最清醒的人，底层再怎么互殴夺地盘，那都是底层自己的事儿，可一旦交出金克斯，一切就变质了。在上层眼里就可随意拿捏
底层，底层民众的凝聚力也会一泻千里。随后桌上的是皮城地图，塞维卡修补手臂也是不想放弃底层，但他也明白自己不是首领的料，所以没有做到希尔科的位置。这里他与金克斯和解的过程很细，塞维卡对金的敌意很强，因为上季双方有多次摩擦，而金克斯落下的动作对应上季他对希尔科，中意终究是这是他不设防线没有戒备的状态。但塞维卡还以为金在搞什么小动作，拿起酒瓶戒备，但见到金聊起希尔科，塞维卡就看出金目前没有恶意。在说起为希尔科工作的经历后，金克斯还笑了一声，注意塞维卡也抖动了一下，有点感同身受了。站在赛姐视角，金的不设防加怀念过去，就是在告诉他，你我都是希尔科这边的人，我们是站在一起的。塞维卡这才袒露心声，在说整个世界一团糟时看脸断臂，他想改变底层现状，可他没有这份力量。而金克斯也察觉到了这点，这才将制作手臂列为了计划。金克斯真的很细腻啊，二人可以说是希尔科最后的家人了。随后维克托被斯凯叫醒，这粘液丝线乍一看像是木偶线，显然在隐喻核心操控一切。接着金属拐杖也被同化，杰斯看到这些并没多说，只是对兄弟的康复感到惊喜。但注意，维克托被爆时非但没有笑，甚至还有些惊讶，过了一会儿才有些悲伤的拍拍兄弟。此刻他的感性情感已经有点被影响了，但这不是双方离别的根源。维克托选择离去的原因有二，首先是杰斯并没有遵从毁灭核心的约定，反而用他救下了自己。对维克托来说，这是杀死斯凯的核心，他没有办法心安理得的面对这一切。那其次是桌面的海克斯装备图纸能放在桌面而不是被压箱底，说明他依然在研究装备。维克托这才有些无奈的看了眼杰斯，但更让他难受的是这份新的狙击枪图纸，这实打实的代表杰斯在研发新武器，这可是真切的违背了他们的梦想。所以维克托提到梦想时才停顿了一下，他是真的失望了。 She had such dreams, as did we once. 但是站在杰斯的角度，他做这一切也是没得选择。凯特琳刚失去母亲，底层的袭击又造成了恶劣影响，他就算不做装备，凯特琳也一样会去底层。面对好兄弟也是如此，想拯救濒死的他，除了核心也别无他法。双城的每个人都很难。值得注意的是配音，维克托被核心影响，导致声音自带特效，每句话的开头都带有电音，但唯独这句再见是音效最轻的，甚至是没有。 Goodbye, Jace. 这说明维克托理解了杰斯的难处，从他的表情看，他也很不舍。但事已至此，维克托只能以朋友的身份做出告别。他拿起同为底层人斯凯的笔记，也是想带着他的意志，继续三人共同的梦想。不过有一点啊，海克斯核心只有4个符文，缺少了启迪符文。而第一季斯凯不停的说新研究受到了维克托的启发，那维克托会不会基于他的新研究，从而发现启迪符文，用这创造性的工具彻底掌控海克斯核心，真正做到自主的机械飞升？另一边，大头真的太可爱了，偷入实验室对应了第一季杰斯维克托偷入大头基地，杰斯让艾克喝茶给小伙整不会了，咱能有这么熟吗？注意维克托的宿舍活性低了很多，他刚出门的时候还会大面积的闪光，如今已经灰暗沉寂了。底层金克斯打造了全新手臂，在毒气来袭时注意细节，毒气有一个明显的喷洒痕迹，并不是自然流入，执法队有可能制造了储存毒气的装置，大家觉得有这个可能吗？最后的毒气怪物则是稻草人小彩蛋，他的称号是远古恐惧，放在这里的寓意很明显，使用毒气的凯特琳令人恐惧啊。而这幕毒气笼罩的执法队也在本集片头有出现。眼镜不多说是为的经典皮肤，其实金克斯完全可以开枪结束一切，但他没有这样做，因为一旦暴露，他就算可以逃脱，也很难带着笨重的手臂跑路。他是为了塞维卡，金克斯是真的难受。在他的视角，哪怕姐妹决裂，哪怕双方都历经苦难，他也没舍得杀死魏。但姐姐带着毒气加全副武装的海克斯队伍，这必然是抱着杀自己的决心来的。这一刻，金克斯才真切地感受到孤独。在金被抓时，财务挺有脑子，第一时间丢掉了金的子弹装备。随后赛姐助战的细节拉满，从金克斯拿到枪就开火看，赛姐并没有把子弹全打光，而是故意用叹气表情加放手来装作子弹没了，从而让大耳放松警惕。大耳误以为子弹打光就解除了防御。那假设金不丢手臂，赛姐也会立即开枪击伤大耳。战斗正式开始，赛姐拉动拨杆，图案是弹簧、张嘴、爆炸，还自带金克斯专属 BGM。第二波抽中的是题目的蘑菇对应陷阱，手臂自然没有任何效果。第三波是张嘴、全套和打到人冒星星，后面还有火烧后变烤肉啊，真的很形象了。那由于金是刚做好手臂，内部的颜料还没干透，所以每次飞舞都有口水啊，但也可能是基友。
注意，大耳头可以360度旋转，它身体内部也全是机械，估计只有头是原生态，所以才这么耐打。翻的牌子则是游戏厅排行榜，最后的图案呢，则是经典的猴子玩具。这副手臂充斥着涂鸦、随机不稳定性，还有疯狂的功能设计，不仅完美凸显金格斯性格，也对应了为希尔科献出手臂的塞维卡。手臂也象征赛姐将辅佐金成为底层新领袖。这一刻的金格斯不再是孤身一人了。来到底层，这段信息量爆炸多，民众正在跪拜疯女，这些人大多都快饿死，甚至水都没得喝。第一季的眼镜哥也只能翻找腐烂的水果饱腹。此时维克托闪亮的权杖引起了他们注意，他站在宗教感拉满的壁画下，听见了斯凯的声音，地面也出现核心痕迹来引导他前往。宗教壁画就在隐喻维克托将为底层变异人带来曙光。在改造时，维克托只针对眼镜哥的受损部位进行修复，并融入了深州的机械元素，包括眼睛也融入了金属，所以近视也给他治愈了。融入机械是因为维克托自身在被改造时也被核心融入了全身外骨骼，那有他自己作为前例，也在暗示维克托一切改造都将离不开机械，这也为他未来的机械飞升埋下伏笔。话说，大家还记得儿时的故事吗？矿工被困在地下，呼吸越来越困难，在这时吹风的女人从天而降，把他们都救了出来。撸啊撸的故事中，加纳保护着祖安的穷苦百姓，它是一座屹立不倒的灯塔，让绝望之人看到希望。而就在食不果腹的底层民众即将死亡，在他们的身体濒临崩溃之时，一个操控机械的男人出现，拯救了他们。这一刻，维克托就是他们心中的。本集结束。至于斯凯，不是单纯的幻想，它边缘的蓝色光芒与维克托施展神迹的蓝色完全一致，直接明示斯凯是核心幻化。第一季维克托改造大腿需要借助微光加血液，但第二季却是直接改造。究其原因是核心吸收了斯凯完整的血肉，所以第二季的维克托可以不借助血液直接融合。那斯凯究竟是存在自我意识，还是核心的操控？位于凯特琳与金厄斯的最终结局又会是如何？这场亲人决裂的悲剧之战，这场仇恨之下的复仇火焰，且听下集分解。